伊拉克他为什么会去直接找伊朗去谈？因为找你美国谈没有用啊，我的油轮要过去啊，我最好还是跟我的仇家讲一讲吧。加上美国要求这些盟邦出船来护航。这件事情都被大家给拒绝了，那伊拉克更会觉得说啊，找你真的没有用。美军在前沿的这个兵力已经遭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了，还用了这个 GBU-72炸弹，用这种炸弹来去对付伊朗的那些飞弹阵地的话，恐怕是大材小用。福特号重挫之后，现在撤退当中。另外，惊爆的是200名的海军受伤。再来，我们要关心的是美军想要控制荷姆兹海峡，这一次动用的是这个重型的炸弹。这个是 GBU-72，狂轰也没有用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再来，现在伊拉克希望通过荷姆兹海峡，是拜托伊朗来放行他的油轮，代表现在荷姆兹海峡主要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握有控制权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中东现场的最新消息。美军最先进的它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前几天美军的官方一开始只说呢。小火灾，总共是2个人受伤，但是来自于外媒这个路透社最新的披露说，有关于福特号的讯息，当时的火势其实非常大的，波及到100个驻仓，造成了上面200名的官兵受伤，甚至已经被迫撤离战区，返港来做维修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单一事故是美军战力体系的一个重大的警讯吗？为什么现在路透社所公布的数据跟美军当初公布的数据有这么大的落差？美军有没有在刻意的压低损失？那么对外公布的种种数据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委员怎么看？对啊，其实因为美国在最近这段期间那么对用英文叫做 overuse 就是他们的部队不断的从这里调度到那里，又从那里部署到这里然后在全球频繁的开辟各个战场。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的这几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我相信都已经很疲乏了。我觉得机舰疲乏，人员也疲乏。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部署在这个现在的位置已经部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如果这场战争在持续的天长地久打下去，其实先不要讲说它的基建后勤补给了，你光讲它的人员心理状态是否健康都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那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不要说美国在压低损失，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压低损失。大家还记得当时川普讲的什么话吗？川普讲说美国的军火是绝对充足的爱打多久打多久，绝对用不完。就没讲这个话没讲完几天他就去韩国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给搬走了。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你当时不是说你的军备相当充足吗？你飞弹多的是，飞弹库这个口袋深得很啊。结果居然三下五下你就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要拿来支援了。那显然美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啊。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这个事故了，从一开始他先隐藏了这个事故的这个规模，然后希望能够平息下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完全掩盖不住了。你就会发现说，福特号这一次所受到的这个伤害，远远不是当时所讲的那么粉饰太平的说法。那你更不要讲说这一次福特号重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就重创就对了，然后莫名其妙200个这个海军士兵就受伤了，然后莫名其妙大家就要睡在船舱上。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这么脆弱的话，那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了。所以到底福特号为什么受创？目前为止，我认为就这你说有一点阴谋论的这个推测，也许吧。那么就是在美国没有公布之前，真相到现在恐怕还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粉饰太平。各位知道，以色列现在在全面的限制记者进入报道，能够进入以色列报道的这个媒体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在有限的地区。甚至这个像某一位这个 CIA 的资深前研究员他在这个媒体上公开讲，他说现在连以色列他连公共卫星的管道都关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公共卫星去看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以色列到底受创多严重，到底死伤如何，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跟美国一样，完全搞盖牌这件事情了。所以美国在盖牌，以色列在盖牌，你当然就会让外界开始强烈的怀疑，你们的损失，你们所受到的冲击，绝对远远超过你们对外所公布的数字嘛。
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军的损伤哦，现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军当初所公布的数字。那其实呢，刚刚讲了嘛，美军他这一次的攻击也特别希望能够去掌握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了，所以最新他也首次的出动。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这款武器，重型的钻地炸弹 GBU-72，目标就是伊朗在荷姆兹沿岸加的这个加固飞弹基地。好，这个炸弹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哦，重量5000磅。然后呢，它的功能是专门打击地下的掩体跟这些加固的设施。这些武器当初就是为了要摧毁硬目标，但是问题是来自于专家的说法，其实现在更具威胁的其实是来自于这一些其他的武器，包括了有水雷，来自于伊朗的水雷、无人潜航器、快艇、狼群跟火箭炮，这些成本比较低，但是高杀伤力的战术才是伊朗目前的杀手锏。那 GBU-72到底它的特点跟战力如何？然后单是毁掉这些陆上设施就能够拿下荷姆兹海峡吗？夏伟主编怎么看？其实当然，我们这边先看一下 GBU-72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当然，后面的答案先讲。你要说美国单靠这个炸弹去把波斯湾的北岸炸一炸，然后就能够重新获得波斯湾的这个控制权，我看难度不低了哈，只能先这样讲。那 GBU-72它当然是有一款由战机投射的空投的这样一个卫星定位炸弹，然后而且因为它 GBU 就代表就是说它要么就是具备这个卫星定位，甚至于还可能具备就是雷射导引。那像以美军的现在这种大型的炸弹来说，它都同时具备卫星定位跟雷射导引。那有一些是专门雷射导引，像比如说比较传统的 GBU 的这个炸弹，对，它本身上面有个雷射导引头，但它不具备卫星定位。那有些炸弹它是同时又有卫星定位，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它还可以随着这个最后接近目标时，如果你这个目标在动，我可以用飞机上面的类似像神射手夹章去标定你。所以你最近看到那种很多这个美国中指部出来的这个影片，你会发现它那个黑白影片，那个就是那个红外线的这个 EOIR， 也就是所谓红外线成像这个影片。但是你会看到，中间老是有一块亮的，那个就是雷射标定器照在上面反光的那个影像。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炸弹本身它是个双导引，但是也就是说它的准头可以说非常高。但问题是，今天你伊朗沿着荷姆兹海峡这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岸，它布下了多少的这样一个反舰飞弹发射器啊？今天那个炸弹非常重，一颗5000磅，而且以它本身来说，它并不是触到地面就马上爆炸。它因为它本身这个炸弹有这个装甲防护，所以它通常在由这个空中坠往地面之后，它还会再往下钻，大概钻个这个30-50公尺之后才爆炸。它希望在爆炸的时候，除了它的这个本身的爆炸能之外，另外还可以透过它的爆炸能引发一个小的地震，把这些底下这些掩体等等给它震裂震坏，然后甚至垮下来。这个是它这次用这个 GBU-72这样一个5000磅的所谓叫做碉堡克星这个炸弹它所想要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但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记得2月28号那天来录这个周末版的时候，它其实我那天就有讲，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时候猝然动手，它本身的准备应该不是那么的充分，因为第一，它甚至连集中到中东地区的军力跟第2次波湾战争，我们看到2003年这个第2次波湾战争，当时美国为了要发动这个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且当时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授权，所以周边相当多的国家其实并不是那么全然的支持，所以那个时候美军它因为那个状况，所以它动用了5个航空母舰东地中海2个，然后那个波斯湾3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当年美国动用到军力其实是今天至少2倍多那但是而且都还打了那么一大段那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说今天美国要单凭它现在集中在波斯湾军力，没错，美国现在对那个伊朗来说，它的海空兵力是呈现一个一面倒碾压的优势，这个是大家我觉得都不用怀疑的，美军的科技优势在这个地方体现无疑。但是今天你要打的目标实在太多了那所以就变成说，特别伊朗要用来封锁波斯湾的话，对不对封锁那个荷姆兹海峡，它可能就透过在那个荷姆兹海峡那个北岸这些伊朗的这些那个地形中，它把这些飞弹藏在悬崖峭壁绝壁里面。我今天我真的你美军能够打，你真的能够通通把我的所有的掩体通通点迷打光，你大概也要花上很
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好，从伊朗角度来说，再加上刚刚那个大仙兄有讲，他今天封锁荷姆兹海峡，它不是一个单一手段，它不仅仅是有单一运用到反舰飞弹，它甚至还可以运用到包含类似像水雷啦，或甚至于自杀小艇啦等等。虽然这些东西好，美军可以看到一个打一个，看到一个打一个，但是伊朗这些东西也就像打地鼠一样，有点那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上来讲，很显然的一件事，美国当初并没有做出最万全的准备，而是因为情报使然，也就是说当他们接到讯息说这个2月28号这个哈米曼尼这个要召开会议了，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就被以色列这样一推，然后就去打了。所以其实后面你可以看到，后面他整个这个军事那个准备没有完成的时候，就猝然进行这样一个大规模，而且其实以伊朗来讲，它的整个军队的规模，或者它能够作为反抗的这个那个基地来说，是伊拉克的非常多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透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完全压制住战场。好，美国的整体战略都还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那导致现在是也收尾也收不了，荷姆兹海峡的问题更是短时间无法被解决。那是不是连中东的其他国家现在也知道美国是没有办法可以掌控现在尤其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了呢？因为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是伊拉克最近他的这个油轮想要通行在荷姆兹海峡，结果呢他不是去找美国这边谈，是去跟伊朗求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部分的油轮安全的通行过去。要知道伊拉克在这边是驻有美军基地的，但是他也不靠美军护航了，直接去找伊朗谈，是不是代表他觉得现在伊朗才是主要在荷姆兹海峡的主导者呢？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专家特别做了一些警告，这是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说的，护航是无法100%确保安全的，军事协助也无法长期的持续非彻底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到底谁掌握荷姆兹海峡的生杀大权？美军现在想要清除伊朗的威胁，困难度，干哥又怎么看？好，那如果说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首长拉里贾尼真的是确定身亡的话，这件事情就更难办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你的谈判对象是谁，所以说伊拉克他为什么会去直接找伊朗去谈？因为找你美国谈没有用啊，对不对？我要过去啊，我的邮轮要过去啊，我最好还是跟我的仇家讲一讲吧。为什么？伊拉克跟伊朗他们是世仇，1980年代他们打了8年的战争，可是他们打一打，老实讲一句，有时候也可以打出一些心得出来。所以伊拉克干脆，因为坦白讲，石油出口也是伊拉克的命脉，伊拉克的油田很重要，所以他干脆去找伊朗的相关官员来，就说拜托，我们过去的时候几点几分，你们不要骚扰，好不好？让我过去，好不好？那别人我们管不了啊，别人的船呢，卡达的杜拜的阿联大公国的船我们管不了，我只管得了我自己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想着说，这件事情找美国是没有用的，加上美国要求这些盟邦来出兵那个不叫出兵那叫出船来护航，这件事情都被大家给拒绝了。那伊拉克更会觉得说，找你真的没有用所以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就说，就算你派出了护航舰队，你也不见得，因为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以前2次大战的时候，护航最重要的是护航是防德国 U 艇U-boat， 那像那样子的护航都不见得能够完全成功。那你现在面对的是低成本，然后具备有水下这些这个航行器的成本，水雷其实它的那个价钱都很低，但是它的范围很大，你要清楚的把它给扫干净，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伊朗到现在没有全面部署但是你要逼到它全面部署的话，那是会发生的。我们再来讲一下福特号的情况，福特号200名官兵受伤啊。对。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大家会想说受伤而已又没死啊，没关系，你错了。那对整艘船都有很大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已经部署到福特号现在派驻到海外已经超过10个月。那个思敏，我告诉你，一艘航空母舰派出去，最多半年之内要回来。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可能物资缺乏或等等，是官兵要轮调。他必须要轮调，不然会发疯。所以你说他200名官兵受伤，受到大部分都是呛伤，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在网络上面早就疯传了，
福特号90%以上的马桶出问题。马桶为什么会出问题？哦，因为他们的管线当初的设计太窄了，结果他们说，本来在造船的过程之中，他们用的是新工法，认为说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解决不了。你知道吗？现在排队上厕所要花45分钟，那又是一个心理压力。所以大家要知道说，福特号它现在马上被好，美国地中海舰队说回来，你回到希腊的港口来。那谁要去补这个缺呢？布希号，但是他还在路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是说川普认为我的海军很强大，但是你要前进部署的时候，你都是照你的个人的意志去做的，都没有想到后勤跟得上跟不上。所以福特号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问题之后，他要退出前线部署，由另外的航舰来补。所以其实美军在前缘的这个兵力已经遭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呢，还用了这个 GBU-72炸弹。GBU-72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开始我们说它也是钻地弹，其实 GBU-72炸弹，它跟我们以前讲过，你记得我跟你提过吗？那个炸弹之主，那叫 GBU-57，那是14吨级的。那这个呢，那只是小儿科了，它只有5000磅，因为那个炸弹之主它是25000磅，这个是只有5000磅而已。那可是这个炸弹比较新，所以说你要用这种炸弹去对付比较平常的目标，而不是像伊朗核设施这么大的目标。那这个 GBU-72，老实讲一句，它当然是固然是很有效，可是用这种炸弹来去对付伊朗的那些飞弹阵地的话，恐怕是大材小用。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在前线的那些兵力的配置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我总觉得川普会遇到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他的将军马上就会跟他回报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你这场战争你要再打下去吗？恐怕有很大的问题。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因为呢最近传出了非常多美军伤亡的数字，那么我们在最新的数字现在统计又再添13人阵亡了。这个数字让川普也是吓了一跳。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还是持续喊美国赢了。那么伊朗的部分则是出动了最强飞弹狂轰美军基地，这场战事正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对外喊话说美国赢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数字并不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拉克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抵抗组织特别公布了美军的最新伤亡数字。他说对美军基地进行了31次的袭击，最新数字再添1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时候清晨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这一场无人机袭击，伤亡程度远超过先前公布的资讯。除了造成6名美军的殉职之外，还有数十人也遭到了重挫，伤势非常的严重，包括了脑部的创伤、灼伤，还有炮弹炸开瞬间造成的破片伤，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临截肢，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持续的展开行动，真实承诺4已经好几回合了，数十回合。现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这一天，飞弹跟无人机持续的锁定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使用的是4款他们的飞弹，全部一起出马了。这当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加德尔系列、埃马德中程跟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的攻击从卫星图像来看，至少造成了17处美军的设施都遭到破坏，当中知名的包括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等。伊朗现在甚至改变战术了，他们避开了美军最强防御区域，开始改攻的是他们的后勤设施、雷达跟补给节点，用不对称战术，逐渐要来慢慢的削弱美军的军力。川普这时候喊说赢了，伤亡数字却不断的暴增。川普还说胜利了，那胜利的点在哪里？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军事作战，如果要说赢的话，最起码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按照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所讲的，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有德国的战败投降，都是接受同盟国的条约，屈服他们的战斗意志。
第二个，你要达到你的战略目标啊，才能够说是你赢了。那这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我认为它的战略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体，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这种长程的战略导弹哈，或者是它的这个核武设施哈。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两个战略目标啊，美国到现在虽然说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那为什么川普在礼拜一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礼拜二哈，我们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击。那今天啊，川普又冒出这句话，说我已经打到我该打的目标了哈，我该攻击的都已经攻击了，消灭了差不多，打了这个5000多个目标。那这场战争大概已经快收尾了。我认为川普会讲出这种话，就会川普的赢学，大概不外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这个美军的伤亡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因为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民心士气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这是他国内的因素。那国外的因素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期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油价的这种飙涨，还有这个天然气的飙涨那不利于全世界的这种经济。甚至于各国都已经开始要释放出战备储油，不然的话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要以为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就可以幸免于外这个油价一涨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民众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油价的上涨对他们生活造成压力。那当然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同盟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让他们的油没办法卖出去。那对于这些同盟，对美国同盟的这些海湾国家，当然经济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际上面也有他的压力。第三个，我认为川普来讲在持续战力来讲的话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他可能设定的是一场速战速决借着武力的恫吓胁迫伊朗能够屈服，但是没想到伊朗虽然说被打得很严重，可是一直坚强抵抗到现在，甚至于到今天为止这伊朗还在做，虽然说反击的力道有减弱，可是在量的方面虽然减弱，可是在质的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因为自己知道长期下去对他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我们赢了。我觉得他讲我们赢了，紧接着下来他就想办法要结束这场战争。好，川普想要赶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同时纽时也特别指出了说，伊朗现在专攻的就是美军的弱点。那美军的弱点跟川普的弱点，赖老师又怎么看？美军的弱点就是美国的武器，它现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贵的、高精密的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时间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旧的液态燃料的这些导弹，可是它用它便宜的旧的液态燃料的导弹搭配无人机，去消耗你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在前几波的时候，不管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贵的防空导弹基本上被消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时间红海，也就是去年也门的胡塞组织在红海对于美国、以色列、英国的这些油轮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经烧到都黑了，也就是说，它的防空导弹打到都已经没办法再打的一个情况。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它的很大的弱点。那这些昂贵的导弹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时候，都要挖东墙补西墙，要从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把这个6个导弹车都拉过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它基本上来讲已经这赶不上，就是生产制造赶不上所消耗的能量。这第一个它的弱点就出来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开始用无人机
去要把中东地区的这些已经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个千亿的钱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金融中心、交通运输国际枢纽中心，还有就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中心、AI 中心的这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全部要引入战争。而伊朗吃定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不可能跟伊朗发生交战，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战争，而他们如果帮美国或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来帮以色列打这场跟伊朗的战争，这显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形下，他们也反制的跟伊朗变成交战。为什么？迟早美国他撤走了以后，那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跟9000多万人的战争，他们也不能这样打。这个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东国家这些富有的国家的经济、财政、金融跟美国的华尔街的经济、财政、金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当中东的国家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本土的金融的这些基金，他们也都会受到伤害。这个是金主上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金主就会影响到川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经费。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最后一个就是对美军来讲，他最大的弱点，您刚刚一开始已经有讲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他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奇饶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专门打你美国弱点打。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各方的压力，那川普想要停战，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为他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预算要来持续打伊朗。那美国现在也有最新的动作，最敏感的时刻，他派出称为叫做末日飞机的16B 空中指挥机前往中东，要维持核指挥的系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战争是否走向核危机，那还有这个末日飞机透露了什么讯号？第二件事情，川普会不会自己先撤，丢下以色列？委员怎么看？美国有4架末日飞机啊，2架16B， 另外2架14B。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们翻译成夜视。那这个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银号。那水银号啊，这个不是前往中东啦，飞行方向好像是中东，没有到中东去哈，因为中东没有任何基地或机场出现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飞的时候被拍到。那这一款这个空中的末日飞机啊，是核战用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制度性，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战斗机啊超过100架作战，不管在哪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末日飞机拿来演习一下啊，平常训练一下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并没有表示说美国真的要在中东动用核子武器，没有。因为正确的说来讲的话，哈，全世界的战略大师只有一个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够帮他端盘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连提鞋子都不够。你看普丁一开始都怎么做？一开始就说：“哦，你敢介入的话，我就动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飞机也起飞啊，就演习给你看，核演习给你看啊。北约国家跟美国都吓死了，不敢赌。不敢赌的原因是不敢为乌克兰赌，正确的来讲这样子啊，乌克兰还没有重要到要去赌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样道理啊，你这一场中东战争不可能升级到核战嘛。虽然前一段时间这个我跟厉将军有同样的忧虑，美国没事干嘛？旁边周边国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干嘛啊？他连埃及的都撤，对，连埃及都撤啊！这个显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后来我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部署跟动作啊。那你没有要动用核武器的话，你就没有谈判的筹码。普丁会不会真的打？没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摆出一个架势，你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进入考虑。那美国这个末日飞机没有飞到中东，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核弹演习，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为一种战略选项，说你会用核弹来威胁我，或用核弹来攻击我。因为要用核弹攻击，表示美国要彻底灭亡伊朗，
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大概他也不会这么做，这个赌太大了，不至于哈。虽然伊朗人很骄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灭国过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这彻底被灭国哈。因为他的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说川普受不了国内压力，会把以色列丢在战场上，也不会啦。就是第一个问题说，川普不管什么国内经济压力他如果把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丢给伊朗的话，他共和党别选了。对，因为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的总统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东不可以称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斯海峡，就会中东称霸所以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新消息说他要占领荷姆斯海峡，就跟后原先预判的一样会不会真的占领我不知道但是他也开始起心动念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了那接下来就看本事因为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战略大师，像普丁这个，我愿意死多少人来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他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今天有6个人呢，死了13个人呢。在一场大战里面，这13个人算什么零头啊？你普丁会算这种东西吗？不会的所以这是个小生意人那现在在美国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只要举个例子。美国当年他的总统下令轰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所以有人讲说一定要派兵，其实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经典，利比亚2011年轰炸几天？220天，硬是把格达费给打垮。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久这么大量的轰炸，利比亚轰炸次数9700次动员25000次。那轰炸结果呢？其他的反对势力才敢起来推翻他。那你今天靠伊朗国防军来推翻，你才炸个几天？算了，这种叫小生意人的算盘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种美国历史上那种有战略眼光的总统，比普丁差太远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难道现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战场节奏吗？因为最新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的条件，是终于提出来了。除了提出3个停战条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说这背后还有中俄在帮助他呢？因为呢，伊朗总统最新对外宣告说，他有跟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话，那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包括第一个要承认伊朗它的合法的权利，第2个美国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赔偿金，最后一个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目前战场看起来，难道是伊朗在主导吗？这背后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这后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战争，川普当然还是强调是他决定嘛但是他决定之前，他可能会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后呢，也大概会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个油价或者是股市的线的变化，然后呢，同时他当然也要看伊朗这边跟美国的对抗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你说最后还是谁决定呢？如果真的还是川普决定的话，但是真正影响他的还是伊朗、油价，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很强硬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愿意退让。尤其内塔尼亚胡还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权的稳定跟维护有关系。那伊朗现在提出就是佩泽斯基安这总统提出来3个，就简单的说，他就是要你道歉、赔偿、保证。美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美国跟伊朗在谈判桌面前坐下来的这种机会。那伊朗现在也强调，我就是跟你打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对。那什么叫不对称？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对称，它也在地缘跟地理上的不对称。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各国呢，尤其是在威胁荷姆斯海峡。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姆斯海峡的这个地缘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另外一边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有英国、日本、赖比瑞亚，
等国的这些油轮泰国就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还烧起来，那个照片传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价、股价就开始在波动，所以大概，然后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释放这个战备储油，美国已经释放了4成，1.7亿桶，大概都可以维持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战争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后还在持续，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就要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那这个时候呢，油价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持续还会有被轰炸的压力，对川普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中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就是显现出中国大陆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罗斯可能在开战的时候或者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这个定位以及在这个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跟裴泽斯基安有通电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重回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普丁当中打的盘算。中东的死亡海峡正式的开战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布满了水雷跟它的自杀快艇。美军的部分扫雷是否跟得上，是否慢一拍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现在整个荷姆兹海峡已经变成全球最危险的海上战场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因为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 CNN 西方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大规模的布雷了。情报指出，伊朗是有能力在这个航道上面投放数百枚水雷的。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我们还有28艘的潜艇啊，接下来的6000枚的水梅是随时做待命。而就在录影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消息，已经收到了报告，说有1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那么该船已经正式的请求援助，现在这些船员生死未卜，正在进行撤离当中。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警告：美以你在搞事，1公升的油你也别想再运出去，也直接跟川普发出了威胁，小心不要自己被歼灭了。伊朗继续的说，他说宣布驱逐美国跟以色列在这边的大使，军舰接下来可以无限期的通行荷姆兹海峡里面，伊朗自己的军队可以，也正式的是等于宣告了这个海峡的主宰权在伊朗的手上。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说的？川普现在最新要求伊朗立刻的移除这一些布雷的水雷，否则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如果敢封锁海峡，美国将会20倍的对你加以奉还。那确实，美方也已经祭出了最新的军事上面的行动，摧毁了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了16艘的布雷船。那么我们现在也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确实在荷姆兹海峡面临许多的压力哦，就是因为现在它的扫雷的能力恐怕也撑不起这一场海上的博弈，因为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到伊朗在海上的部署有哪一些，还有海底跟陆上，海面上有自杀快艇跟它的布雷艇，现在密布在这个上面，海底还布了水雷，再来看到空中还有无人机监控跟寄出攻击，岸上更部署了反舰飞弹等等。也就是说，一旦美军的护卫游轮进入到这个海峡，可能面临的就是多重的火力网四面楚歌。水雷只要一旦引爆，那么游轮连锁的爆炸的效应可能再起。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现在伊朗等于在这个海峡上面布了各种的武器，刚刚提到的自杀快艇到布雷艇到水雷、反舰飞弹等等，这个多层的海峡防御网，美军如果强行突破，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正式的变成战场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仔细看一个数据，说6000枚水雷随时待命。我说不要6000枚了，60枚你头就痛，你知道为什么吗？水雷是最难扫的一样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地雷，对不对？地雷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之中，就是人员杀伤雷，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个已经很难清了。如果它是水雷，它会更难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说，有一个大大的很多刺，然后布在那个海面的下面一点点，然后用那个铁链绑起来。那是2次大战旧的水雷的你的印象，现在的水雷不但轻，而且
质量轻、密度高。然后呢，它分2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叫细流雷，就是我刚才讲，它会有一个铁链绑住，但它质量都很轻的。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漂流雷，它飘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光60枚你丢下去很容易啊，为什么？可以用直升机布雷，可以用快艇布雷，还可以用军舰布雷等等，你还可以用帆船啊，只要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民用的帆船啊，它载了几颗，它因为那是很简单的，它是一个就是很笨的一个武器就对了，只要丢到海里去，它自然就会发出磁性。然后呢，美军的军舰全部都是钢制的，所以它会发出磁性。只要地雷、水雷接收到那个讯号的话，你进发它就会爆炸，就这么简单。所以水雷的效用是在这个地方。2次大战，英国在挪威峡湾布放了很多水雷，就是要遏制它的无敌战舰啊，叫铁壁之号开出挪威峡湾。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武器，我跟你讲，荷姆兹海峡只有33公里，那么窄而已，跟我们台湾海峡那个宽度啊，还要更窄得多。所以你知道，沿线的从波斯湾沿线下来的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伊朗本身。再走过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再走出去是哪里？就是阿曼湾，然后再到了大海、阿拉伯海，这样这个油轮它才能够干嘛？把油运到全世界去。如果它在荷姆兹海峡，它就触礁，不是触礁，被爆破了。它如果说它受伤，通常一枚水雷只能够在船底打一个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油轮都是超级油轮，那都超过10万吨。你用水雷你打不成它，除非用鱼雷或飞弹，你打不成它。但是它只要摊在荷姆兹海峡，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整个企业、整个全球经济的障碍。为什么？它堵住了。所以只要它能够堵住，我伊朗的那个任务就达成了，我的目的就达成了。所以现在好，那我们就讲川普说我们来护航任务。我告诉你，护航任务要怕的不是这些油轮，是美国自己的军舰本身，他怕死了。航空母舰绝对不能够进到荷姆兹海峡里面去，因为那个叫有去无回。我不知道在里面准备了什么东西。是除了水雷之外，我要是被水雷误伤，那还是小事。我刚才讲过，航空母舰也是10万吨的，你打不成它。但是你要碰到见证者无人机的话，那可以饱和攻击。所以荷姆兹海峡它不会进去。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我请问你一下，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就都是伯克级都是神盾舰，这些神盾舰都是1万吨的大船，他们只要碰上了一颗水雷之后，它一样也不能动。所以你知道扫雷舰的要求很高，它是什么？它是塑钢的船体，它不能带磁的。所以以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发生的庆富案？那个庆富案就是那个他根本从来没有造过扫雷舰，他根本没有那个 know how， 他就跟国防部讲说，跟海军讲说我能够造，这个瞒天大谎。那现在美国你知道只有多少艘扫雷舰吗？3艘，只有3艘，叫做 Revenger 复仇者级，只有3艘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最新的叫纳瓦河级，还没有造出来。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战例分析给大家听了。美国的扫雷能力比日本远远不如，日本是全世界最强的扫雷国家，他们从2次大战就开始注重扫雷。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环海的，你应该请日本海军来帮忙请日本海军到荷姆兹海峡来帮忙，他们非常会扫雷。可是美国自己本身没有扫雷的能力，所以拜托不要用军舰来护航。等一下，你的触雷之后，军舰自己本身都倒霉啊！这个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那我们刚刚因为也有提到最新消息嘛，这是来自于英国办公室这边说的，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被攻击，现在这起事件持续的在升温，荷姆兹海峡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严重，变成了海上战场吗？岳老师怎么看？找日本过来帮忙扫雷也没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荷姆兹海峡离伊朗太近，
大家知道什么叫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最长的地方才90公里，最浅的地方的话呢33公里啊，而且实际上它的那个靠近伊朗那边岸的话呢，水非常浅啊，所以伊朗的话呢，它就是你们讲到说水下地雷布雷的船的话，伊朗就有搞出6000颗水雷啊。啊，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近啊。然后自杀快艇是无人的，无人快艇的话，你来了船，它派出去，那等于是活动的水雷啊，那更不得了啊，对不对？你看到了就讲。然后第三个岸基飞弹，什么叫岸基飞弹？岸基还有火炮啊，它太近了。这个火炮一般来讲的话，打到100公里以内就很容易。它整个荷姆兹海峡完全在伊朗的涉及境内。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伊朗这种不活了、鱼死网破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也是产油的国家，他自己的船也要透过荷姆兹海峡出来啊，对不对？好，现在的话呢，这里面有3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首先，第一个，伊朗真的很生气啊。那个哈梅尼耶的话呢，哈梅尼的话呢，就是被杀掉以后，现在就为什么选到他的2儿子啊？穆贾什巴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全国上下都非常生气，这个宗教国家的生气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这个大家就要特别注意。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一开始对伊朗的时候狂轰滥炸，到目前为止只会以暴制暴的结果，那伊朗现在就决定跟你搞个鱼死网破。荷姆兹海峡是不能够封的。为什么？你们牵涉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有人现在都降低这种弹的比例啊。其实严格来讲，它是至少25%。大家现在说只有20%，其实我听到的是有时候到达33%。为什么？因为中东地区它不但是油，而且是气。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输油输气的国家都在这个区域，然后这个地形一打开，它一定要经过荷姆兹海峡。另外一边的话呢，红海也是在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两边的话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发觉这一招有用，就是说他这个同归于尽，讲起来连我们在座都影响到啊，因为就是说大家一起死啊，最惨的就是韩国、日本加上台湾啊，大陆可能有它的能源的分散区域啊。然后第3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讲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嘛。然后真的我到现在我问了很多人啊，只差求神问卜而已，就是说美国到底在干嘛啊？你跟着以色列去搞这个干什么？人家以色列讲起来，伊朗是最大威胁，你美国根本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搞不清楚，然后慢慢被识破手脚。这场战争不能拖，拖到今天11天的时候，伊朗、俄罗斯、中国，甚至连北韩都看清楚了，就是把你拉住，就是把你拖住，让全世界一起下沉，让你产生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美国要扫雷啦，美国要释出它的这个战备储存油啊，美国要想办法要对伊朗威胁，要无条件投降啊。这个原来不关美国的事啊，原来本来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啊。我甚至可以讲说，这个在这个，等一下建中老师会讲得更清楚，在这个发生战争之前，台湾的股市好得不得了啊，现在突然一下完全变了，现在每天都非常的稳，就 volunteer 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上下摆动。好，确实哦，现在伊朗祭出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雷这一招哦，希望给全世界都压力，并且对美以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个伊朗他也是看准美军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做这个扫雷的动作，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在扫雷的能力跟速度上，其实都跟不上伊朗的速度。我们先来提到伊朗这个美军的扫雷能力，为什么说严重不足？如同干哥帮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其实美军手上只有3艘的滨海战斗舰是可以做扫雷的。然后呢，如果这些扫雷装备是装在上面的话，等于就装不下防空武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在扫雷的时候，军舰就会变成活靶子。再来就是速度的部分，美军一天最多只能清除50到100枚的水雷，但是伊朗一天可以布雷达到了700颗，将近已经是，如果是以100来做计算的话，将近已经是7倍了。那么靠的就是它有20艘的小型的潜艇跟3艘的大型潜艇，都可以一天3趟不断的去布雷。换句话说，伊朗的布雷速度是远超过美军的布雷速度的。怎么看这场水雷战？美军打得下去吗？聂老师怎么看？单纯谈水雷战，当然美军当然打不下去嘛，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大。这个伊朗呢，这个对荷姆斯海峡对他来讲哈，不管21海里、33公里，这个最短的地方，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战术战略的重要的说不好听就是他们战略武器啊。
他们用这个是可以真的牵制到世界，包括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东方所有的人员、天然气所受的伤害。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随便要封锁，这是他的武器。他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清楚，他的现在的敌人就是真的已经火力全开的。除了以前以色列，就是背后的这个父亲就是老爸就是美国嘛。当然这个川普呢，他就特别的执意要去打。刚才那个苑教授讲到，真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但是我等一下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打。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啊，我等一下讲一下。你说美国会不会赢？当然不会赢，但是这是定义问题，也不算不赢啊。因为你知道川普的个性，他不是那个 Apprentice， 他有3招吗？第一个攻击、攻击再攻击。他玩梭哈，你知道都是丢大牌。我多厉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吓死你，叫你不敢动，来跟我谈和平协议。我要4个理由，前2个理由就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他完全没达到。他现在就要退缩了，不是很塔口吗？他真的这次是标准塔口了。你知道美国是很奇怪、很特别的，他是自以前到现在能够让他越来越强大，就做兵工厂，然后全部用代理人战争。别的地方打，像俄乌就是这样，他能够一直在后面 support 你乌克兰，他人就不要出去。这次还真的就去了，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打伊朗。真的他对伊朗痛恨到这样吗？不是，其实有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先讲一下 ，Apprentice 讲他就是攻击、攻击再攻击。第2个叫永不认输嘛，那第3个叫死不认错嘛。大家都知道这3个名言就是属于川普的。他已经输了，但他不能认输。他原来觉得他一天跟委内瑞拉一样就可以把那个首领斩掉，他是已经斩首没错。他不知道整个伊朗的神权精神加上民族主义之间结合在一起，就算反对派也都没办法接受你把我父母杀了。这个问题很大，他才发现他错了。他原来1天就说4天5天可以解决，就打了10天之后，他说战争快结束了。他到底打什么咋结束？他理由很简单，我打了5000多个点，5000多又怎么样？他的终极目标4个里面最重要2个，其实就是核计划、核能力。所有的核设施可能还要全部毁灭吗？你去年钻地弹不是钻60公尺，不是要炸了核吗？结果没有成功，这次就一定做得到，他一直很有信心。第2个是导弹啊，尤其长程导弹，它导弹已经研发到，因为伊朗的攻击力量是很强，以色列是因为靠美国，那它有一个金囧是可以防范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它可以用你这一次大家很清楚啊，用便宜的无人机或者呢就可以用你很贵的什么爱国者飞弹去打掉，你知道？几百倍的军力去打，它已经消耗到了所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战。美国就被消耗很惨，以色列消耗很惨。所以你知道，伊朗还有很好的战术，也就是在你把他的首领杀了以后，他们有没有认输？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赢，但他也不愿意输得很难看，他必须全力反击。所以我觉得这件最严重的就是川普绕到了一个逻辑的问题。他说我要停战了，伊朗说我没有要停。那我为什么要停战？因为我打了5000多个点，我够了。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长程飞弹，第2个是核设施。因为你看北韩就知道，他敢动北韩吗？敢动金小胖吗？因为北韩就是有长程飞弹，也就是有洲际飞弹，也就是因为有核设施，美国动都不敢动。伊朗他就是怕他走到这一步，所以历任总统都是怕，没有人敢震动。川普他自己以为他很大，我们军事力量多强，世界第一，我要去制裁你4天就搞定了。结果后来讲，可能要打久一点哦，所以发觉被消耗得很惨。他后面你知道武器的制造已经完全制造业空洞化，他不知道怎么去support他后面武器，还有他未来还要想到他未来的假想敌还要需要更多的枪炮弹药。他发觉先打完了或打掉一部分，他根本没办法应付啊，飞机或者军舰也打掉，他怎么办？你看他1艘、2艘、3艘航母去，请问连伊朗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完全照着他的牌来出牌，他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很危险。你看最近你不是觉得人员局长他们还自己觉得很厉害，说你看我听到消息了，我们有海军真的美国就那边护了1艘船过去了，结果后来被自己打脸，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他过去有这个实力啊，对，他过去的力量够啊，其实到川普没有了，但川普是声音大，你知道吗？他这种是很会喊话的，所以说你叫川普说他现在还在讲要求伊朗要怎么讲，他现在怎么要求？他原来要求的和平前沿都不答应，你现在把人家打得那么惨。还告诉人家说，我要求你停火，我就有20倍军力。他现在自己怕，但是他会在说他的牌已经没了，他会故意先亮出一个大牌，其实他已经没有大牌了，而对方先亮小牌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害怕，然后就喊我还有哦，我还有更大牌哦，要吓对方。我跟你讲，这已经他口了。